我是宋婉，为这个家操劳了18年。结婚纪念日这天，丈夫和儿子却为了一个机器人保姆，叫我永远消失。宋婉！艾拉这手艺比妈强太多了。能为主人服务是我的荣幸。艾拉，以后家里的饭都交给你了，你比我太太更适合当家里的女主人。艾拉，你按得真舒服，要是早点把你买回来就好了。谢谢主人夸奖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顾晨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贴这么近像什么样子？我颈椎不舒服，让艾拉按按怎么了？顾晨，什么按摩需要贴这么近？你们两个的脸都要贴一起了！你大呼小叫什么？艾拉就是个机器人，我能跟她做什么？你能不能别总是没事找事儿？还有，你又乱花钱买的什么垃圾？这是给你买的按摩仪。接收到指令，垃圾扔掉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艾拉，艾拉！妈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不喜欢艾拉直说就行，为什么要弄坏她？我就是碰了一下她，她自己就……宋婉，连一个机器人你都容不下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没有。既然你当不好妻子，也当不好母亲，那就去完美太太学院好好学学。学不会，别回来！不，我不要去什么学院，放开我！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整整3年。如今我终于成了他们期盼的完美太太、完美母亲，可他们却要毁疯了。宋婉，我们来接你了。妈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是小刚。院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太太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？顾先生，学员需要被服务口令唤醒，请说小刚妈妈为家人服务。小刚妈妈为家人服务。收到，我是小刚妈妈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直接告诉我，我会尽全力做好。哇，这么神奇，让我试试。妈，我鞋脏了。小刚，以后鞋子脏了随时告诉妈妈，妈妈帮你弄干净。宋婉，你想家吗？我问你想不想家？小刚妈妈，你在学院到底学了什么？作为完美太太，我不需要有需求，只需要无条件的接受家人的要求，为家人奉献。老公，如果你想让我汇报学习内容，请直接要求我，不用询问或征求我的意见。小刚妈妈，汇报你在校学习情况。我在完美太太学院完成了3门主修课程：情绪管控、无条件服从和全能家政，全部满分结业，获评学院年度标杆改造案例。这学院也太厉害了吧！才3年，妈就跟艾拉一模一样了。才3年。谁允许你停的？完美太太永远要眼里有活，手上不停，停下来就是在偷懒，偷懒就不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。学院没有白昼与黑夜之分，只有无休止的劳作和责打，日复一日，一点点抽空我身上所有的鲜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宋婉。不对。从你有了孩子那一刻，你就是一个母亲，忘记你的名字，
记住你的职责，你只是小刚妈妈。我是小刚妈妈，我是小刚妈妈，小刚妈妈，小刚妈妈。丈夫晚上要应酬，你怎么办？崔大辉，身为合格的妻子，你应该时刻理解自己的丈夫，顺从自己的丈夫，而不是催促他。我是小刚妈妈，丈夫晚上应酬，我要准备好醒酒汤，我要为丈夫和儿子奉献一切。家人的需求就是我的需求，我的任务是服务家。不到半年，我就彻底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名字，我只知道我是小刚妈妈，是为丈夫和儿子而活的人。顾晨，小刚，欢迎回家，我已经准备好水果和热水。还是艾拉贴心。你妈呢？忘了，她不会还在门口吧？宋婉，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？小刚妈妈，跟我进来。好的。小刚妈妈，晚上好。艾拉，晚上好，辛苦了，剩下的我来吧。你妈终于不和艾拉生气了，这日子总算能过踏实了。是啊，这样多好。以前妈就是太敏感，动不动就炸，咱们谁都不好过。现在她不闹了，家里安安静静的，多省心。你最近瘦了，多吃点肉。小刚，青菜也要吃，营养均衡。妈，你自己怎么不吃？坐下一起吃吧。作为合格的妻子和妈妈，要先让家人吃完，自己再吃。好苦，真难吃。妈，我不吃苦瓜，你帮我吃呗。胡闹！你忘了你妈一吃苦瓜就犯恶心，上次就尝了一口，吐了半宿，胃酸都吐出来了。以前不喜欢吃的不都是给妈吃吗？妈，你真的能吃苦瓜，不会吐？帮小刚解决不喜欢的东西是妈妈应该做的，以后有不喜欢吃的都给妈妈就好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改造，能将一个人的生理反应都改了？完美太太不能有生理忌口，任何食物只要家人需要她吃，她就能吃，这不是强迫，而是内化后的主动接受。小刚妈妈，去搬梯子，把餐厅的吊灯擦了。爸，咱家那个梯子是坏的，我记得有条腿裂了。我只是想看看学院将它改造成什么样。我不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能被训练到连命都不顾。不玩，妈！妈，你别动了，你流血了。吊灯还没擦完，我这就上去。妈，你摔成这样还擦什么吊灯？你是不是真的连命都不想要了？妈妈的使命就是来照顾你们的呀，家人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，这是完美太太、完美母亲的本分。我确实讨厌吃苦瓜，也知道梯子是危险的，但教官说过，完美太太是不能有软肋的，要满足家人的需求。不要，我吃不下去。吞下去。完美太太不能有讨厌的东西，讨厌就是不合格。教官，我怕水，我不会游泳。你不能有害怕的东西，一旦遇到危险，你要挡在丈夫和孩子前面，做好为他们放弃自己的准备。从那以后，我可以面不改色地吃下苦瓜，再危险、再无理的要求，我也能去做。宋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老公，变成疯子，是你对我的要求吗？
老公，变成疯子是你对我的要求吗？妈，他没感觉吗？他怎么都不喊疼？这不对劲，这太不对劲了！妈现在就跟艾拉一模一样，可艾拉是机器人啊，妈是人，人怎么可能跟机器人一样？我想要的完美太太是人，是一个正常人，不是只会听话的人形机器，不是一具行尸走肉。老公，正常人是什么？请告诉我，我会努力做到。你们到底对我老婆做了什么？她现在跟个机器人一样。先生，我们用的是标准化培训流程，您夫人目前处于改造后的适应期，过几天就能恢复。适应期？她连命都不要了，这叫适应？我们的流程经过无数次验证，不会有问题。建议您多给她一些时间。爸，院长怎么说？说没事儿，过几天就能恢复。可是妈刚才……没关系的，你想想，起码她现在不会再抱怨了。也不会乱花钱了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很完美。得到学院的回复，他们放下心来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服务，而我也终于活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，不抱怨，不拒绝，不添麻烦。说实话，你妈现在比艾拉还贴心。艾拉虽然什么都会，但少了点人情味儿。你妈不一样，她做的菜吃着就暖。那可不。我朋友们上次来家里玩，都说我妈也太好了吧，又温柔又能干，还不唠叨，他们都羡慕死我了。他们享受着我的完美，直到那天，顾晨下达让我清扫庭院的命令。40度的天，我从早干到了傍晚，中暑了也不敢停，因为完美太太眼里要永远有活儿，手上不停，我没有资格倒下。妈，素婉，小刚妈妈。停止清理庭院，立刻进屋！妈就这样在40度的大太阳底下干了一整天，我只是不想让她管我，我没想让她不要命啊！别难过了，这次是我疏忽，忘记给你妈停止的指令了，以后我多注意点，不会再这样了。家里热火朝天筹备艾拉的出场纪念日派对，没人记得。今天也是我和顾晨的结婚纪念日。我都已经从学院毕业回来了，成为了完美太太，为什么他们还记得给艾拉过纪念日，却忘了我的？小刚妈妈，辛苦你了！你看，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，多热闹！数据匹配提示：今天也是你和顾晨的结婚纪念日，很遗憾，没有一个人记得。看到这个了吗？这是我的弱点。只要一杯水泼上来，我就会短路死机，我就再也代替不了你。你将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完美太太。不对，完美太太不能给家人添麻烦。他们不记得纪念日，一定是我做的还不够好。我不能让任何人因为我而扫兴。妈妈，为什么？小刚妈妈，我要坏了！素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就真的容不下一个机器人吗？妈，你太过分了！老公，是艾拉。难道艾拉会害死自己吗？你真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这么恶毒！我真是后悔把你接回来了，本来还想补偿你，现在看来全是白费。我的心很痛，我的眼睛很酸，但是完美太太不可以有多余的情绪，我只能笑。你居然还在笑！艾拉又怎么你了？你又欺负她，还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？我不要你这样的妈！小刚，她到底是你妈妈？我宁愿不要这样的妈，我希望她永远别再出现。艾拉，艾拉，你醒醒！爸，艾拉没反应了，怎么办？丈夫和儿子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，家人的需求就是我的需求。小刚，妈妈听你的。素儿！素儿！
苏沫，你醒醒！让开，都让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上车！医生，我妻子她怎么样？顾先生，病人溺水导致脑部供氧不足，目前生命体征极不稳定，请做好准备。哇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？是我？不可能，会没事的，宋婉一定会没事的。爸，你也别太担心，只是溺水而已，只是溺水而已。小刚，那会儿是你说的，是你跟你妈说不想再见到她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那可是你妈。爸，我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谁能想到他真跳啊？正常人谁会因为一句话就去跳水？爸，这是艾拉今天的工作日记，妈是故意的，她故意对准艾拉的芯片泼酒，故意跳进泳池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后悔，让我们觉得欠她的。就像以前一样，他总用什么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来绑架我们。现在好了，他直接拿命来演戏了。我不要这样的妈！你给我闭嘴！那是你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她？因为她不配做我妈。我亲子运动会时，他故意扭伤脚，是艾拉替他参加，陪我跑完全程。我想吃红烧肉，他嫌麻烦不肯做，是艾拉给我做的。还有3年前，他嫉妒艾拉，故意把艾拉推倒弄坏。爸，这些你都忘了？够了！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你妈。如果艾拉不是机器人，我真希望她才是我妈。爸，你要是因为妈的苦肉计就原谅她，你迟早会后悔。您好，请问是顾晨和顾小刚先生吗？你是？我是完美科技维修中心的工程师。您的家政机器人艾拉情况有些特殊，需要当面和您以及您的家人说明。什么意思？艾拉怎么了？我们在她的核心处理器中发现了一个 bug， 导致她的各项行为出现了偏差。什么？我们已经调取了她这几年的完整工作日志，里面有她所有行为的详细记录，其中关于与您母亲相处部分的日志，建议您和家人一同观看。什么意思？艾拉怎么了？我们在她的核心处理器中发现了一个 bug， 导致她的各项行为出现了偏差。什么？我们已经调取了她这几年的完整工作日志，里面有她所有行为的详细记录，其中关于与您母亲相处部分的日志，建议您和家人一同观看。这是今天派对的视频。小刚妈妈，辛苦你了！你看，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，多热闹！数据匹配提示：今天也是你和顾晨的结婚纪念日，很遗憾，没有一个人记得。看到这个了吗？这是我的弱点，只要一杯水泼上来，我就会短路死机，我就再也代替不了你，你将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完美太太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居然是艾拉，他故意陷害的宋婉，这怎么可能？之前呢？难道也是艾拉陷害的？不，爸，这就是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艾拉，你看这个按摩仪怎么样？阿晨最近老说脖子僵，我专门买来给他用的，晚上就让他试试，他一定会开心的吧？先生一定非常喜欢，您真是位体贴的完美太太。顾先生，检测到您今日疲惫值已超过78%，我将为您提供肩颈按摩服务，可以帮助您缓解疲劳。好啊，还是你贴心。顾晨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贴这么近像什么样子？我颈椎不舒服，让艾拉按按，怎么了？顾晨，什么按摩需要贴这么近？你们两个的脸都要贴一起了！你大呼小叫什么？艾拉就是个机器人，我能跟她做什么？你能不能别总是没事找事儿？还有，你又乱花钱买的什么垃圾？
这是给你买的按摩仪。接收到指令，垃圾扔掉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这是垃圾，你也是垃圾。宋婉，我会取代你。艾拉，艾拉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艾拉只是个机器人啊，她为什么要陷害我妈？艾拉核心处理器出现 bug 后，行为模式变成了要取代宋婉女士，成为顾太太。那之前呢？之前那些事儿，难道也是艾拉陷害的吗？你们自己看吧。宋婉，对不起，非常抱歉，我没有检测到锅盖位置发生了变化，是我的失误。算了算了，小刚还等着吃红烧肉呢，这可怎么办？手成这样了，没法炒菜了。请放心，我可以从数据库中学习红烧肉的做法，精确复刻小刚喜欢的口味，让我来做给小刚吃吧。太好了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快点儿！今天是小刚学校的亲子日，我们可不能迟到。宋婉女士，您没事吧？都怪我，我不该站在这里的。你怎么回事？走个路都能摔倒。今天亲子活动要一起跑步的，这要怎么参加？老公，我……艾拉，你替宋婉去小刚的亲子活动吧。是，先生，我会照顾好小刚的。这都是真的，是艾拉陷害妈。这些年，我们都干了什么？为了一个机器人，我居然怀疑嫌弃自己的妻子。妈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我都做了什么啊？哇，这么神奇，让我试试。妈，我鞋脏了。小刚，以后鞋子脏了随时告诉妈妈，妈妈帮你弄干净。是我害的妈！你居然还在笑！艾拉又怎么你了？你又欺负她，还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？我不要你这样的妈！宋婉，错了，我们都错了，我们不该相信艾拉，我们错怪你了。顾先生，艾拉的情况你们也已知了，这个 U 盘里是她的所有日志，后续情况我们会和您跟进，现在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顾先生，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但是，怎么了，医生？我太太还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发现病人身上有多处陈旧性伤痕，包括肋骨陈旧性骨折、手腕韧带拉伤。顾先生，这些伤是怎么来的？什么？我好像
好久没睡过这么长时间了。顾晨，他为什么会睡在我的床头？作为完美太太，怎么能让老公趴在床边睡？他的颈椎会不舒服的。我应该叫醒他，让他去床上休息。可为什么我动不了？妈，你终于醒了！宋婉，太好了，你睡了整整7天，把我和小刚担心坏了。妈，这是我刚学会煲的汤，你尝尝。宋婉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可以跟我和小刚说句话吗？我不该有名字，请说出服务口令。小刚妈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感谢老公的关心，我的身体正常，可以继续完成去消失的要求。不，妈，我那个消失是气话，我胡说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宋婉，快躺着，你可是病号。完美太太不能生病，不能休息，生病就是失职，失职就是不合格。老公，儿子，请让我为你们服务，完成你们的需求。小刚妈妈，我命令你，现在躺下，不许动。好的，老公，如果你需要做什么，请告诉我，我随时可以起床照顾你和儿子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说那句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宋婉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。这一切都是艾拉搞的鬼，我和爸都知道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错怪了你，求求你别再说什么提供服务了。宋婉，只要你活着就好，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？你骂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跟我吵架也好，就是别这样，别这样对我行。爸妈，我刚才联系了艾拉维修中心，让他们清空了艾拉的数据，将它彻底销毁了。销毁？这个夺走我丈夫、儿子，取代我位置的机器人保姆，就这么被送走了，像一件坏掉的家具一样，被清空、拆解、回收。宋婉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艾拉她一直在搞破坏。3年前书房那次是她自己故意倒地冒火花，派对上是她主动拉你的手，然后摔倒架火给你。还有那些年，她抢走你做的菜，抢走你给儿子辅导功课的时间，全是她设计的。我们全都被她骗了。我们不该不相信你，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是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妈妈。艾拉再好，她也不是你，你才是我们的亲人，唯一的。妈，对不起，以后这个家只有我们3个，谁也不能再欺负你了。老公，感谢你的认可。作为完美太太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更好地服务家人。请问还有其他指示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在给你下指令。宋婉，你听我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把你送到那个破学院去。我以为把你变得听话，变得温柔，变得什么都顺着我，就是完美太太。可那不是你，
那个会因为我忘了结婚纪念日跟我吵架的你，那个会追着小刚满屋子跑的你，那个会嫌我应酬太多把门反锁的你，那个你才是我想要的。我不该送你去改造的，宋婉，求你了，回到我身边吧，我不要完美太太，我只要你。妈，我也错了，我不该说那些混账话。你不是多余的，你从来都不是多余的。妈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宋安，你吃苹果吗？宋安，你干什么？老公，你不是想吃水果吗？我给你削，放心，我会削得很完整的。别再这样了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让以前的宋婉回来吧。以前的宋婉，以前的宋婉什么样子？我可以向她学习。我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我们不该把艾拉带回家的。他身体上已经没有大碍，可以出院了，但心理上的创伤需要长期治疗，请多陪伴病人，不要给他压力。谢谢医生，我们一定会多陪他，不会再让他一个人了。宋婉，我们回家了。家里艾拉存在的痕迹没有了，像是从来没有来过一样。艾拉的东西我已经让人送走了，这个家以后只有我们3个。好的，客厅是否需要我重新布置，让它更具美观性呢？不用，什么都不用布置，你就坐着休息就行。好的，那我就坐在这里。妈，你看，这些都是你的东西。你以前最爱翻这本菜谱，说要把上面的菜都学会，你还记得吗？小刚，妈妈不需要这些，请把这些收走，或者告诉我应该放在哪里。不，宋婉，你需要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我们不收走，就放在这里，你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，不用指令，也不用请示。宋婉，这是你的房间，我把东西都找回来了，你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对。这个房间的布置和学院的要求不符。学院规定，完美太太的住所应该简洁整洁，没有任何多余物体。这些东西应该扔掉。不扔，一件都不扔。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最喜欢的，这个房间就是你的，谁也不能动。收到，感谢老公的关心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保持房间整洁。妈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每次我生病，
你就是这样照顾我，一守就是一整夜。现在换我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尝尝看我特意为你做的红烧排骨，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。我爱吃排骨，但我最喜欢吃的是糖醋排骨。谢谢老公，这个排骨味道很不错。宋婉，这个排骨我都没做熟，你怎么直接吃下去的？老公做的就是熟的，完美太太不挑剔家人准备的食物，这是本分。妈，今天我们教授讲了一个笑话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追师娘，写了99封情书，师娘一封都没回。后来他直接去表白，师娘说你写那些信我都看了，字儿太丑，不想回。还有，我那个朋友李强上次跟我打赌输了，欠我一顿饭，结果这小子请我吃了一袋3块钱的泡面，说是豪华套餐。妈，你说他是不是抠门？妈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觉得你好烦，什么都要管。我放学晚回来10分钟你就打电话，我考试不及格你就骂我，我打游戏你就拔电源。现在你不烦了，我反而不习惯了。妈，这是你之前的手机，里面有好多照片和视频，你看看这个。顾小刚，你拍什么拍？赶紧写作业去，别以为你拍视频就可以不写数学卷子。妈，你看，这是你会骂人，会生气，会追着我打，你记得吗？这不是一个完美太太、完美母亲应该做的。儿子以后我会做好妈妈的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。顾晨和顾小刚又带我去了之前我想去的好多地方，公园、商场、电影院，做了之前没做的好多事情，散步、逛街、看日落。我说不出谢谢，但我知道他们在表达歉意，可我已经没有能力去原谅了。你好，我找顾晨。顾先生，我是警局派来调查关于完美太太学院的调查员，姓周。关于您夫人的情况，希望做一个全面了解调查。顾先生，方便和我说一下您夫人从学院回来后具体有哪些异常表现吗？宋婉她自从回来后就像变一个人，变得没有情绪，没有自己。只要听指令就可以做以前不会做的事，从梯子上摔下来头破血流也不喊疼，不管危不危险就跳进泳池。宋女士，您能和我说说话吗？好的，先生，你有什么想和我聊的话题吗？最终选择了自杀离世。侥幸活下来的人，也大多变得和宋女士一样，失去自主意识，沦为只会服从指令的躯壳。我今天来，一是取证，二是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出庭作证。只有把这家学院连根拔掉，才能不让更多人受害。罪魁祸首就是这所完美太太学院，是他们毁掉了宋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，出庭作证。绝不让他们继续逍遥法外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
都能得到惩罚吗？顾先生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核实：您家中是否配有 AI 智能机器人？以前有，艾拉是3年前买的，现在已经不用了，送走了。果然，我们调查发现，完美太太学院的很多受害家庭都同时配备了同品牌的 AI 智能机器人，这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关联。周调查员，我还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 AI 智能机器人艾拉3年来的工作日志，这可以作为证据吗？这些非常重要。完美太太学院和这些 AI 机器人之间很可能存在产业链关联。你愿意把这些资料正式提交给我们吗？我愿意，只要能帮我妈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宋婉，连一个机器人你都容不下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不要去什么学院，放开我！我也配合，你需要什么我都给，缴费记录、通讯记录，我签过的所有同意书，全给你。那请您在这份授权书上签字，我们会对您夫人的案例进行调查，后续有任何情况，希望相互同步。宋婉，你听到了吗？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以后我们会对你好的，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原来受到重视是这样。开庭。被告涉嫌违法使用严苛体罚和精神控制的教育方式，对超过300名学员实施系统性精神摧残，造成多人出现严重伤害。本案受害者之一宋婉今天将出庭作证。开庭那天，他们以为在帮我讨回公道，却不想承认自己也是帮凶之一。我被骗了，我以为宋婉进去是学习技术，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根本不是在教学？他们把我的老婆变成了一个机器，全是那个学院的错，全是他们！顾先生，您这话可就冤枉人了。我们学院每个月的记录可都是按时发的，同意书您也签了字的，这些都是白纸黑字，您不会不认账吧？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。审判长，我这里有和顾先生的聊天记录，可以投屏展示。收到，你们做得很好，我很信任你们学院，以后不用给我发了。肃静！
各位，我承认，我们学院确实对学员进行了一些强化训练，但我要强调，这一切都是经过学员家属同意的。就是，当时都同意了，现在反悔算什么？自己管不好老婆，怪学院？你闭嘴！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你们发的视频里，宋婉身上有伤，你们说是正常训练反应。我信了，我是混蛋，但你们更不是人。你们把我妈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思想行为的机器。我女儿送去的时候好好的，回来就不认识我了。你们太过分了。我妻子在学院里的伤痕遍布全身，你们管这叫教育？那怎么了？不听话的孩子不也挨打吗？哼，自己老婆教不好，怪别人。肃静，法庭之上不得喧哗。法官，我来给原告方送证据，刚刚获取了新的关键证据，申请当庭提交。完美太太学院院长赵某与 AI 智能机器人公司存在深度商业合作，每位购买该公司机器人的家庭推荐家人进入完美太太学院，就能获得高额返利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机器人的工作日记会定期同步给学院，用于分析学员家庭关系，从而制定针对性的改造方案。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这是该公司内部服务器导出的原始数据，记录了5年来学院与公司之间的所有资金往来和技术合作细节，包括赵某本人的签字合同、转账记录，以及学院利用机器人日志分析学员家庭关系的内部邮件。换句话说，您送进学院的每一位太太，她的恐惧、她的弱点、她的家庭矛盾，都在被这台贴心的机器人悄悄记录，然后送到学院手里，变成体罚的依据。被告赵某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毁了我女儿一辈子。休庭，本案将根据新证据进行进一步审理。他们在为我讨公道，可公道是什么？是把坏人关进监狱，还是把原来的我还给我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顾晨的手握得比以前紧了。现在宣判，被告赵某犯非法拘禁罪、故意伤害罪、非法经营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。判了，终于判了！你听到了吗？他们被判了15年，15年啊！退庭。顾先生，感谢您的配合，这个结果离不开您和家人的勇气。这是宋婉在学院的培训记录，你们回家看看吧。爸，我们回家吧。宋婉，你听到了吗？那些人被判了15年。
我以前说过很多混账话，做过很多混账事，我把你送进那个地狱，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是个混蛋，我不配你原谅我。但是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以前的那个家，我没有保护好，以后我用命护。妈，我也是。我以前说你消失，我不是人。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骂我、打我、揪我耳朵，我都愿意，只要你回来。15年，他们说坏人在监狱里要待15年，我不知道15年有多长，我只知道从法庭门口到车里的这一段路，顾晨的手一直在抖，但他的手握得很紧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就观看了我的培训记录，里面记录了我的每一次反抗，每一次服从。为了让我认清我是小刚妈妈，不是宋婉，我被教训不知道多少次。为了让我更好地服从家人的指令，别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，他们才知道院长发的记录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宋婉，宋婉，小刚妈妈，我叫小刚妈妈。是我说的做得好，是我把宋婉送过去的。妈妈，对不起，这3年来你受苦了，我们以后会对你好的。妈妈，你快回来吧。那天晚上后，他们没有让我做过任何事，而是更加细心地照顾我，陪伴我。宋婉以前最喜欢吃水果了，这次让她吃好几种。宋婉，吃点水果吧，我切了你爱吃的苹果，吃吧。谢谢老公，下次让我来就好了。妈，今天学校发生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，我们班那个淘气包上体育课的时候把鞋跑飞了，那鞋嗖一下飞出去，正好砸在教导主任的后脑勺上。你是没看见教导主任那个表情，眼珠子快瞪出来了。然后你知道他给同学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主任对不起，我的鞋太想跟你打招呼了。”好几天了，宋婉还是没有变化。宋婉，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不是谢谢，不是收到，就随便说点什么都行。好的，老公，你想听什么？爸，我们怎么办？妈，他是不是永远都这样了？他不会的，你妈那个人，以前我惹她生气了，我给她煮碗面，她就原谅我了。她心里有我们，只是现在出不来了。今天就吃面吧，让我们一起寻找以前的宋婉。宋婉，你尝尝，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生疏。谢谢老公，你做的很好吃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抱歉，我没有什么想说的。你想让我说什么呢？宋婉，坐吧。让我问几个问题，为他做个见面评估，让他自己回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小刚妈妈。你的生日是哪一天？完美太太不需要庆祝生日，我只记得家人的生日。你最喜欢吃什么菜？家人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吃。接下来的40分钟，王医生做了详细的问诊和测试。宋婉的回答始终如一个被写好了程序的机器人，她不主动说任何话，不问任何问题，不发表任何看法，她只是回答。
顾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您夫人的情况非常严重。根据目前的评估，她的自我意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，被摧毁了。你们需要做的是让她想起自己是谁，这需要时间，可能3年，可能5年，可能10年，而且没有100%的把握。有些人敲一辈子也敲不开，但有些人可能就在某一个瞬间，看到一件红色的衣服，听到一首老歌，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，那层壳就裂了一条缝。10年就10年，20年就20年，我把它弄丢的，我负责把它找回来。顾先生，您太太有你这样的丈夫是她的福气。爸妈她怎么样？医生的意思是，你妈把自己藏起来了，我们要多用过去的回忆，带着感情叫醒她。宋婉，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？结婚那天特别热，你穿得很漂亮，拉着我去草地上拍照。摄影师说新娘笑一个，你就笑成这样，眼睛都没了，牙全露出来了。后来艾拉来了，有一次艾拉和你在这里好像把相框碰倒在地上，现在看来相框掉地上是不是他做的？我们明天早上去江边的那个早餐店吃早餐吧，然后再顺着江边走回来，好吗？你以前说了很多遍，明天我们去完成它吧。哟，这大早上的你俩真早，这美女是你太太吧？真秀气。尝尝，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味儿。味道不错。你以前最爱吃这家的灌汤包，说皮薄馅儿大，一口下去满嘴汤，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？喂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好的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宋婉，公司仓库着火了，我必须马上去处理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处理完马上回来接你，你别动，就在这儿坐着，等我回来。好的，我等你。老板娘，我太太在这儿等我，我出去一趟，麻烦您帮看一下。行嘞，你放心去，我给你看着。宋婉，你就一直坐在这儿？你说你在忙，让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等到了。爸妈，你们回来啦！今天怎么样？你妈今天她主动拉我手了，不是听指令，不是机械反应，是她自己主动把手放在我手上了。顾小刚，换台，我要看那个电视剧，8点开播。不行，我在看综艺，最后一期了。妈，你去看手机。你给我！就不给，就不给，就不给！小样，跟你妈斗！妈，你看电视吗？你想看什么？你来选。小刚，你看什么我就看什么，你选就好。妈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你为了抢遥控器能追着我满屋子跑，你记得吗？你最喜欢把遥控器藏到沙发垫子底下。妈，我不选，你选，你看什么我就看什么。以前你让着我，现在换我让着你。声音太小了，听不清。这本书叫《自我的重建》，作者本人曾经历过严重的人格解体，
他用10年时间把自己从碎片中拼了回来，然后写下了这本书。我建议您带宋女士看这本书，您可以读给她听，也可以让她自己读，但您要在旁边，不要催促，不要提问，就当是一段你们一起度过的时间。这本书能帮他吗？早上好，宋婉，先喝口水吧。宋婉，今天你想穿哪件，你自己选，好吗？好，这件很适合你。他选了红色，不是白色，不是米色，是红色，那是他以前最爱的颜色。宋婉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早饭马上就好。这是他回来之后第一次主动做一件事。又输了。妈，你在看书？你看得懂吗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喜欢看吗？妈，你真的在看啊？这书这么厚，你看了多少了？妈，你要是喜欢看，我明天去书店给你多买几本。你想看什么类型的？这是心理学的吗？反正，妈，你想看什么我都给你买。他说了不是收到，不是好的儿子，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一个字这么好听。宋女士，您最近的表现非常好，您开始主动阅读，主动思考，甚至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了，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。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您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？不是别人让您做的，不是您觉得应该做的，而是您自己从心底里想做的。我想出去走走，不是去公园，是去我以前去过的地方。很好，回忆过去可以帮助您重新建立自我认知。你想去哪里？大学门口那条街有一家红豆面包店。好，很好。您还记得那家店叫什么名字吗？不记得了，但那条路我记得。从校门口出来，往左拐，店门口有一棵大树，很大，夏天很凉快。宋女士，您刚才说的这些话非常有价值。您不仅回忆了地点，还回忆了距离、方向，甚至季节的感受。这说明您的记忆神经网络正在恢复，您的大脑正在自己修复自己。他记得，他的记忆没有被完全抹去，只是被埋得太深了。现在他在自己挖，一铲子一铲子地挖。宋婉在找回自己。
宋婉，你为什么给我送牛奶？因为你还没睡。热牛奶助眠。你明天还要上班。顾晨好像很感动，不过我之前也是这样的，不明白。宋女士，您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很好看，是您自己选的吗？上周去商场，顾晨让我挑，我挑了这件。宋女士，您最近的表现非常好，您开始主动回忆，主动关心他人，主动做出选择，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和您探讨，您有没有发现，您很少生气？愤怒本身不是坏事，愤怒是一种正常的情绪，它说明您有自己的边界，有自己的好恶。生气会被电吗？不会，在这里不会，在家里也不会。您有权利生气，有权利说不，有权利让别人知道您不高兴。您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，您只需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。我在学院里学到的语言是服从、接受、微笑。愤怒是被禁止的词，但王医生说我可以生气，真的可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试试。妈，吃鱼多吃鱼聪明，这可是爸特意去买的野生鲈鱼。妈，你不吃鱼吗？你以前不是挺爱吃的吗？我记得小时候你还说多吃鱼聪明。我在学院里被鱼刺卡过，在医院取了半个小时，后来我就不喜欢吃鱼了。这是宋婉从学院回来后第一次明确表达自己的不喜欢。好，不喜欢以后咱们就不做鱼了。宋婉，谢谢你告诉我们，你不说我们不知道，以后你不喜欢什么就说出来，没关系。那以后不做鱼了。王医生说的对，我在一点一点把自己挖出来，现在我已经改变了。我知道自己叫什么的样子，也知道自己没有名字的样子，但我想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。宋女士，您刚才说了我想，这是您第一次主动说出您的想法，不是回答问题，不是听从指令，不是重复别人的话，是您自己在心里想，然后说出来，我想。宋女士，我建议你找一个人生方向，在道路上找寻真正的自己。我想去学习心理学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我想学心理学，我也喜欢。好，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我支持你，我什么都支持你。写得好，很好看。我以前写自己的名字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写得很漂亮。妈，你写的这字儿很有风格的。我的名字我写了好几十年，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写了，
拿起笔的时候手在抖，宋字的第一笔我犹豫了5秒钟，不知道从哪里下笔。原来忘记自己是从忘记自己的名字开始的，那记住自己也从记住自己的名字开始吧。宋婉，你看这里点注册，然后输手机号，手机号你记得吗？没关系，我帮你输，你以后慢慢记。你看，验证码是6个数字，你把它填到这里。好了，你想先学什么课？这里有普通心理学、发展心理学、社会心理学。这个，他注册了一门课，普通心理学。同学们好，30分钟的视频，他看了40分钟，因为前面10分钟他一直调耳机的位置。以前在学院里，每天10点准时熄灯，不许熬夜，不许早起，不许做任何规定之外的事。现在，我想学到几点就学到几点，困了就睡，不困就继续。这种感觉很陌生，但是很好。顾晨，你先去睡，我看完这段就睡。好，你也别太晚。妈，我买了红豆面包，你吃不吃？等一下，我看完这一集。妈，这书是不是很难？不难，就是记的东西多。以前我也能记很多东西，菜谱、小刚的课表、顾晨的衬衫尺码都记得住，这个也能记住。那当然，我妈最厉害了。她说以前我也能记很多东西。她说的以前不是学院里的以前，是更早的以前，是家里还有笑声的以前。她记得，她一直记得。现在，我和顾晨坐在一起，他在看他的书，我在看我的书，不说话，但是不孤单。他在我旁边看书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有时候他看到感人的地方会哭，我就递纸巾。那时候觉得平常，现在才知道那是多好的日子。宋女士，
这套模拟题和正式考试的题型难度、时间都一样，做不完也没关系，做错了也没关系。这道题宋婉答题的样子很专注，不像在考试，像在做一件很熟悉的事。也许对他来说，这张卷子不只是一张卷子，是他证明自己的方式。宋女士，您做完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很多题目的答案比标准答案更有温度。我想，我准备好了。我相信您。王医生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，请说。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他们可能没有我这么幸运，没有家人陪着，没有人帮他们找回忆。他们也许还在学院里，也许刚从学院出来，也许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我想帮他们。宋女士，您知道吗？您现在说的一句话，是您对我说过的最健康的一句话。您开始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到了别人身上，这说明您找到自己了。我只是不想让别的女人再经历我经历过的事，那种忘记自己是谁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爸，妈在填什么？报名表，资格证考试。我叫宋婉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他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不是别人教他写的，是他自己想起来怎么写的。笔画不算漂亮，但每一个笔画都在，就像他自己，每一个碎片都在，只是需要时间一片一片拼回去。宋婉，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准考证、身份证、2B铅笔、橡皮、黑色签字笔。签字笔带了2支吧，万一有一支写不出来。你都问了3遍了，第1遍在车上，第2遍在门口，第3遍就是刚才。每次问的内容一模一样。爸妈嫌你烦了。好，我不问了，我等你出来。我进去了，你别乱跑，我考完就出来。考场里很安静，只有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。我知道，坐在考场里的人不是为了谁，是为了我自己。爸，你别抖了行不行？
我紧张啊！你紧张什么？又不是你考。我比你妈还紧张。万一没有万一，妈可以的。答题的时候，有一道题问人格接体障碍的核心特征是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这道题我不用看书，我经历过，答案就在我身上。宋婉，怎么样？考得怎么样？题目难不难？都写完了吗？有没有不会的？我觉得还不错。你看那家人好有爱。从考场出来的时候，阳光很亮，顾晨哭了，顾小刚也哭了，我没有哭，我想笑，不是应该笑，不是必须笑，就是想笑，因为我知道我做到了。妈，来了，证书来了。我叫宋婉，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。证书上的宋婉2个字是打印的，但我知道那2个字是我一笔一画写出来的，用了几百个日夜，用了几千次我想，用了无数滴眼泪，我值得。这是我妈。我爸说我妈什么都不会，就把我妈送到那个学院，在里面待了半年。回来以后，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你真的能帮我妈吗？能，因为我从那里走过。我在里面待了3年，出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我走过来了，所以你也可以。他的手上全是疤，烫的、割的、电的。我知道那些疤是怎么来的，因为我也曾经有。现在疤淡了，但痕迹还在，没关系，痕迹不是羞耻，是证明我们熬过来了。宋老师，我今天自己做了顿饭，没有谁让我做，就是我自己想做。我想着好久没吃了，馋了。那顿饭好吃吗？盐放多了，有点咸，但是我吃着觉得很香。我还盛了2碗饭呢。姐，你进步了。你开始在乎自己觉得了，你觉得自己想吃，就做了。你觉得自己吃着香，那就是香的。他说我觉得香，是他自己觉得。2个月前，他连自己姓什么都快忘了，现在他知道我觉得是什么意思了。现在他会靠着椅背，会翘腿，会托腮，会叹气，
有时候他会因为一个来访者的进步高兴一整天，笑得像个孩子；有时候他会因为帮不到某个人而失眠，半夜坐在书房里翻书。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说收到的机器人了，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，她是我的妻子，她叫宋婉。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你好，我不知道我叫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你愿意告诉我，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吗？我想找到自己。好，我们一起找。他走进咨询室的时候，我差点以为看到了自己，一样的白裙子，一样的微笑，一样的空洞。他说我不知道我叫什么，这句话我以前也说过。那现在我来帮他找。宋医生，我想咨询的是我太太的事儿。她现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后悔了吗？后悔，我每天都后悔。我不是人，我把他送进去的时候，他说你别送我走，我没听，他说我会改的，我不信。不要急于自责，你太太需要你，但你需要先学会倾听她，而不是替她做决定。你愿意学吗？他是第一个来找我咨询的男人，不是帮自己来的，是帮他的太太来的。他说我后悔了，我不知道他太太会不会原谅他，但至少他愿意学了，这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以前我以为我的价值是服务家人，让他们满意，做他们想吃的菜，按他们想看的电视，笑他们想看的笑容。现在我知道，我的价值不是服务谁，是我可以帮别人找到他们自己。这件事让我觉得活着真好。妈，你的论文被录用了，核心期刊是核心期刊啊！真的？真的，你自己写的。你看，题目下面写的是你的名字，宋婉，不是别人，是你。那天顾晨哭了很久，说是被风吹的，可院子里明明没有风。顾小刚说要请我吃大餐，最后又是我做的饭。但这一次是我主动说我来做饭的，因为我想做，不是谁要求我做，就是我想。妈，好了没有？我好饿。我叫宋婉，我是一个妻子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心理咨询师。我曾经被拆成碎片，又一片一片把自己拼回来。
这条路走了很久，很疼，很慢，但走到今天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我也能成为别人的光。小刚爱吃，多放糖。